大家好，我是麦香牛奶咪错。本期快评主角拯救者 R9000P R97945 版本，机器是7745HX 版本的延续，继续使用了9000P 的模具，机身重量2.4七千克，适配器300瓦，875克，A 面金属喷砂材质，有单色白光的背带裤 logo，BC 地面塑料，机身整体做工和质感放在8000元价位算是不错的水准。小缺点是3面都沾指纹和猪油比较严重，屏幕转轴阻尼感和稳定性非常好，触摸板手感很一般，5、6千元水准。键盘手感非常好，笔记本第一梯队。背光为单色白光2档可调，屏幕上方摄像头不支持人脸识别，差评。边框不宽，观感不错。屏幕是1600P 240赫兹的 IPS 屏幕，面板和前2次测试的不同，不是京东方，而是来自华星光电，不过素质基本相同。标准的高思域屏幕，亮度500尼特，均匀度非常好。色准表现在加载了内置的 X-Rite 之后也非常出色。外部接口方面 ，CARC 的接口虽然质量一般，但数量管饱，位置安排也还不错。C 口还支持100瓦 PD 和140瓦私有充电。大家最关心的性能方面，机器搭载 AMD R9 7945HX Zen 4架构，台积电5纳米工艺，16核32线程，64兆 L3 缓存，是桌面 G950X 的移植版本，26度室温也是模式垫高，3分找 R3，默认得分31906分，单核得分1889分，实际关闭 VBS 之后，跑分回到正常水平，单轮多核星34394分，单核1955分，10分钟得分34193分，几乎没有衰减，表现非常优秀。性能对比搭载 i9-13900HX 的 Y9000P 呈现出大幅度优势，对比 R7 的 R9000P 更是接近翻倍。超能模式对比野兽模式基本没有提升。BIOS 内开启 CPU 降压和超频，最高能够降压25毫伏，进一步降压到30毫伏则会反复蓝屏，无法正常开机。此时 R3 分数可以来到多核星35476分，单核2019分，10分钟分数35270分，单核和多核性能有明显提升。此时的处理器性能已经达到了 Y9000P 至尊版极限降压超频的级别，持续性能释放甚至超过了搭载在 GT77上的13980HX。AMD 这一代在能效比上确实非常强悍，显卡自带一定幅度的出厂超频，此时 TimeSpy 分数10965分，关闭出厂超频之后，默认得分10531分，整体就是4060的正常水平，出厂超频日用时保持开启即可。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 R9 的9000P 不是挺好吗？你怎么挂这个标题？恶意引流是吧？而从游戏性能开始，这台 R9000P 的画风就急转直下了。R9 的9000P 平均帧数对比 i9 的9000P， 在1080P 下落后 2.69%，1440P 更进一步来到 6.64%，1600P 也差出了 6.46%，全分辨率下都完全落败。而展示运行稳定性的1 low 帧数上，1080P 差距 0.25%，1440P 下差距 10.18%，1600P 落后 5.35%，同样是一溃千里。或许会有观众问，这是不是 AMD 本来就比 Intel 游戏性能差？根本不是，因为和被大家嘲笑是大怨种的搭载7745HX 的 R9000P 对比时，这台搭载7945HX 9000P 依旧被踩头。1080P 下平均帧数对比 R7 丢到了 0.61%，1 low 帧数好歹还找补回了 0.16%，1440P 下就直接被甩开了 4%，1 low 帧更是差了 5.21%，原生的1600P 也同样惨不忍睹，平均帧差了 3.28%，最低帧差了 3.66%。可能会有观众说，这差的不就个位数百分比也用不出来？拜托啊，你一台 R9 对比 R7，战平都已经很耻辱了，结果连打平手都没机会，游戏性能被全分辨率拉爆，这是否有些太过分了？而这一点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即拯救者的粪草调度又一次毁灭掉了硬件规格上好不容易拉出来的优势。观察游戏期间运行功耗，立刻就可以发现 1080P、1440P、1600P 原本应该随着分辨率升高而下降的 CPU 功耗，现在牢牢定死在了80瓦，这个高的不可理喻的功耗。你以为是 R9 功耗高，根本不是。骁龙16 Pro 的测试结果证明，一颗正常的脑子没有进水的 7945HX 游戏功耗最终平均下来只应该有50多瓦，7745HX R9000P 同样游戏功耗平均只有57瓦，而现在这颗9000P 上的 R9 就这么游戏平均功耗达到了足足80.04瓦，完美复刻了此前被我喷得狗血淋头的 Y9000P 的焦虑问题，即无论有没有负载多少，系统都会强行让处理器消耗到80瓦的功耗，这导致显卡功耗被严重挤压。对比7745HX R9 的9000P 显卡分到功耗足足低了5瓦，如果对比骁龙16 Pro 更是差出了足足10瓦的核心功耗。最后的结果就是显卡没吃饱， CPU 给撑个半死，游戏帧数 R9 被 R7 下课上暴扣，而这平白无故多出来的几10瓦 CPU 功耗，不仅让好不容易降下去的热密
度彻底打水漂，游戏温度没有丝毫降低，还会变成热量，导致键盘温度升高以及风扇噪音的上升。775HX R9000P 野兽模式下，噪音基本可以稳定在50至54分贝，而795HX 的 9000P 就跟躁郁症病人一样，在50至58分贝之间疯狂横跳，风扇声大猪小猪落玉盘，拷打用户的耳膜。最终的结果就是旁边用R7的用户凑过来问你这多花了500块，玩了1个月才用上电脑，怎么虽然外观看着跟我的一模一样，但打游戏噪音比我大，键盘比我烫，帧数还没我的高。你涨红了脸，打开任务管理器，告诉他你比他多了16个可以数的框框。他笑了笑，嘴上也不再说什么，然后心里默念：哈哈，傻逼。机器的散热处理也是同样的问题，室温26度电高，单靠 FPU， 野兽模式最终稳定在118瓦，温度91度，噪音54分贝，双烤则彻底疯狂。显卡和 CPU 之间跟杀父仇人一样疯狂互殴抢功耗，而系统就一直袖手旁观，只关心总功耗180瓦这一个指标，烤了10多分钟，才最终稳定在了47加138瓦，温度68加71度，噪音同样是54分贝，根本不难看出机器散热能力是绝对的过剩和余裕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撞墙降频，从头到尾就只有系统莫名其妙的调度，一直在发疯一样的拉扯功耗。而这个野兽模式已经是最平和、最不野兽的了。超能模式下，噪音会上升到接近59分贝，单靠 FPU 来到127瓦，会毫无理由的出现突然的风扇转速下降，然后核心温度升高之后，风扇又火急火燎的转起来。双烤温度维持在非常好看的70加70度，但是功耗又像精神病院大乱斗一样自我拉扯。机器在野兽模式不垫高的情况下，也根本无法采集到稳定的功耗输出，只能看到2个核心都还没有过热。而一旦打开了 CPU 的超频，潘多拉的盒子就彻底打开了。现在在野兽模式下，也可以享受到原本超能模式才能够享受的200瓦功耗上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吃鸡大赛。野兽模式也再也无法采集到稳定功耗了。我一度产生过自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我开了录屏的缘故？于是我采用了对机器干扰最小、最高精尖的手机拍屏技术。然而这台 R9000P 用实力告诉我，本大爷就是有毛病，不赖别人。中途甚至出现过 CPU 100瓦、显卡80瓦的离奇分配，系统仿佛在说：“我只要180瓦总功耗，是100是80不重要。”同时，我收到了不少观众发来的考级结果，其中一些观众的机器并没有出现这样剧烈的波动。但是很搞笑的是，目前几乎每一个人的双考成绩都是185瓦总功耗下完全随机的功耗组合，证明拯救者根本没给这台机器做一个稳定合理的功耗分配。具体能考多少，全看你的运气。属实开创了笔记本业界性能抽奖的先河。以后买笔记本还得倒数验一验词条，看一看出的是 CPU 功耗的词条还是显卡功耗的。最终得到的结论便是 R9000P 其硬件散热能力本身是足够压制795HX 以及4060的。但是我是真不知道联想给这台机器下了什么药，用的什么狗屁不通的 AI 智能调度，最后调出来一坨狗屎的功耗分配，仿佛一个80大汉只有3岁心智一样，空有一身实力而根本无法发挥。拯救者今年的软件调教同样可以直接宣判死刑，立即执行了。回到机器本身，机器拆机难度很低，拧下全部螺丝之后就可以撬开后盖，内部布局和 Y9000P R9000P R7版没有任何区别，中部5热管散热，后侧铜欺片，两侧阉割的铝欺片，屏蔽照下是一对5600兆赫兹三星内存，实际由于 AMD 平台限制，运行在5200兆赫兹，效能看图。硬盘是三星 PM9A 摇，读写如图。网卡是 RZ616，还可以的网卡。左侧还有一个2280空盘位，可以加装 M2 固态，两侧都有散热片覆盖，好评。下方80瓦时电池 ，PCmark 10续航测试成绩倒是对比R7版本没有太大区别，两侧是扬声器，外放很一般。2P 有和暗影精灵的实录对比。总结部分 ，R9000P R9版本的外观、外设、散热等等方面和R7版本都没有任何区别，其就是R7版本直接换优得到的结果。外观、做工以及外设都对得起8500元的售价，同时得益于多了一个代，热量均摊、热密度下降的缘故，散热压力大大下降，处理器的温度表现对比R7版本得到不小的改善，单核性能提升5%，多核性能更是接近翻倍。如果只谈 CPU 的性能和释放，R9000P R9版是一款非常出色的笔电，整机原本应该是 Y9000P 的完全上位，但是由于联想不知道是坏还是蠢，一旦带上了显卡，机器的调校就立刻变得极为糟糕，双烤功耗紊乱到根本没法取出一个正常值，游戏中的处理器功耗也放飞自我，导致游戏噪音居高不下，而帧数甚至开倒车，整体使用体验呈现出的就是高分低能的丑态，更低的帧数，更大的噪音，更高的功耗，更烫的表面，日用、娱乐等等场景的体验，甚至全面不如7745HX 的 R9000P。选购建议方面，
我个人建议大家认真思考一下自己的使用场景，对于 CPU 多核心性能究竟有没有如此重度的需求。如果你真的用得上这32线程，那么它确实是目前阶段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其无论是外设、散热，又或是使用噪音，都优于机械革命的骁龙16 Pro，是目前8000至9000元价位段最强的 CPU 渲染工作站。但是如果你的使用场景并不是少了这8个核心就直接走不动路，生产力就要腰斩，甚至你只是买来打打游戏、办办公的话，那么多掏的这500块钱买到了就是完全开倒车的体验。除了能够让你对着任务管理器框框、跑分软件里的分傻笑，分享给别人炫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正面的意义。然而很明显，联想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早早下架了7745HX 的机型，根本没给消费者留下后悔的余地。最后是私货环节，今年的联想真真切切就是在粪坑里仰卧起坐。每当我对他满怀希望的时候，他就狠狠给我一个耳刮子；当我觉得他已经无可救药的时候，他又赶紧掏出点甜头给大家尝尝。而9000P 的 R7 版做的挺好的，模具回到它原有的价格，调教也没什么毛病，使用体验说是今年拯救者里最好的也不过分。理论上来说，换用双代的 R97945HX 还能解决到机器最后一个积热的痛点，这台机器怎么也不能再出什么莫名其妙的问题了吧？结果拯救者用实力证明，你好能的，在已经发售了一款成熟的没有使用问题的 AMD 产品后，它的后继高配版居然能炸出来一个 Intel 机型同款的游戏功耗问题和一个前身根本就不存在的烤机功耗波动问题。我是真不知道拯救者团队今年究竟是被谁指使，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专挑这种莫名其妙的调度做。我也只能说一句，祝大卖了。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觉得有意思的话，不妨点个免费的赞；觉得有帮助的话，也可以长按点赞，一键3连。接下来频道就会带来《暗影精灵9日龙版的评测，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个关注。我是麦青的秘书，我们下期再会。